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后台有个小伙伴留言，想让我出个焦糖奶油蛋糕的视频。想了一下，我确实也好久没做过奶油蛋糕了，该练习一下了。先来烤个戚风蛋糕，我感觉红茶戚风应该跟焦糖奶油挺搭的吧，所以做了一个红茶口味的戚风。材料就是这些：蛋清、细砂糖、低筋面粉提前过筛、蛋黄，这里边是牛奶和玉米油，这个是红茶粉。我买的是这种伯爵红茶粉，一包2克，给它撕开，里边是这种袋装的，把它撕开，把茶粉倒出来就行了。烤箱先预热上，上下火160度预热，低筋面粉提前过筛，加入玉米油和牛奶，搅拌均匀。你们看我今天的运气多好，我一共磕了3个鸡蛋，有2个双黄鸡蛋。拌匀以后加入蛋黄，拌匀。一定要搅拌到没有面粉颗粒了，但是它有流动性。再加入红茶粉，拌匀，这样这个蛋黄糊就做好了。做这个蛋糕，蛋清和蛋黄最好是按克数来做，这样做的口感比较好。实在是不想浪费材料的，那就3个鸡蛋。蛋黄糊做好放一边，再来打蛋清。蛋清里可以加点白醋或者柠檬汁儿，或者香草精也行，也可以去腥。加了香草精会更香。这个是我去年泡的香草精，发过做法，可以查看我的往期视频。再加入细砂糖，分3次加也行，一次都加进去也可以。然后就用打蛋器的低速打发蛋清儿。每个人打发蛋清的习惯不一样，有的人是全程低速，有的人是先低速后高速再低速，这样都可以，反正最后状态到了就行。最后提起打蛋器，有一个这样直立的尖角就可以了。盆里的蛋白也是这种状态。然后就是混合，先把1/3的蛋白放到蛋黄糊里。我现在混合的时候很喜欢用蛋抽，我觉得用它可以更快的混合均匀，只要蛋白打发到位就不会消泡的。就用切拌的方法，别画圈就行。拌匀以后，再把蛋黄糊全都倒进蛋白里，等明面上基本拌匀了，再换刮刀翻拌。给它全部拌匀就可以了。看这个拌好的蛋糕糊很细腻。然后倒进6寸阳极活底戚风模具里。今天我做的这个蛋糕是6寸的，如果想做8寸的话，就把全部配方都乘以2。轻轻地震几下模具，把面糊里的气泡震出来。放入烤箱的下层，150度烤1个小时左右，或者按你平时烤戚风的习惯来烤就行。每台烤箱都不一样，具体什么时候出炉还是要看蛋糕的状态，不能光看时间。我的烤箱是烤1个小时，没准你的烤箱烤40分钟就可以了。烤蛋糕的时候来做焦糖酱，先把淡奶油小火加热到40-50度的样子，就是一定要让它温温的，如果太凉的话，倒进那个糖里，糖瞬间就会结块。然后给它放一边，如果室温太低的话，也可以放在热水上保温。再把熬糖的锅放上来，加水。可以先开大火煮，但是记得千万别搅拌，搅拌的话容易结晶。等它开锅了，看这样都冒泡泡了，然后可以调中火，中火或者中小火都可以，根据你那个火的大小来决定。就这样还继续煮着，它很快就能上色，千万别走开。要是你看到有糖化得不均匀的地方，可以换一换锅，但就是别搅拌。看它已经有点微微发黄了，再继续熬，熬到琥珀色，再加淡奶油。看它是这种浅琥珀色了，就再晃一晃锅。要是第一次做的话，熬到这样的颜色就可以加淡奶油了，千万别熬过了，熬过了就容易发苦。我又多煮了10几秒钟，
然后可以先关火，再倒入淡奶油，可以戴个厚手套，以免被烫到。分3次倒进去，然后就可以搅拌了。这样再煮个30秒就可以了，不用煮时间太长。如果它不沸腾了，可以再把火打开，像这种电陶炉就不需要再开火了，降温慢。拌匀以后倒入海盐，再拌匀就可以离火了。过筛一下，我是把它过筛到刚刚装淡奶油的小锅里了，因为那个小锅里还有点残留。拌匀就可以了，这样这个焦糖酱就做好了，给它盖好，放到冰箱冷藏。戚风蛋糕烤的时候会长高，长到最高以后，它开始慢慢的下降。这个配方用的是厚蛋法，最后它不会降到很平整，表面会非常轻微的有一点点鼓，可以按一下中间，按下去以后它不会凹陷，还很蓬松回弹，这样就烤好了，就可以出炉了。震一下热气，然后把它倒扣，一定要完全凉透以后再脱模。如果出炉的状态把握的好的话，凉了以后它表面是不会凹进去的。就这样摁它，它回弹也很好。然后就这样徒手脱模。再把它切成3片。焦糖酱一定要完全凉透再用，这个是我前一天晚上熬的焦糖酱，它凉了以后是这种很稠的状态。焦糖酱代替糖和淡奶油一起打发，放多少都行，按你平时的比例乘以2放焦糖酱。比如我100克淡奶油，平时放10克糖，那放这个焦糖酱就是20克，因为这里边有一半是淡奶油，不全部都是糖。焦糖酱放入盆中，先放少量的淡奶油搅拌均匀，然后再加入剩下的，一次都放进去，到最后打完有可能盆底还有没拌匀的焦糖酱。打到出现纹路还有一点流动状态就可以了，差不多7、8分发，这样就可以抹面了。转台上先抹一点点奶油，然后放一片蛋糕片，放适量的奶油在上边，抹平。边上有多出来的奶油的话，顺道把边儿也给抹了。然后同样的方法，再放第2片蛋糕片，再抹上奶油。最底儿上的那层皮如果比较干的话，最好给它去掉。我反正也自己家吃，我就懒得去掉了。先把这个蛋糕胚表面薄薄的涂抹一层奶油，不用把所有的奶油全都抹上去，相当于是把这个蛋糕屑给它糊上，这样抹面的时候就不会总看到蛋糕屑了。抹面的时候，抹刀是左右晃动，不能抬起来，一抬起来就会把蛋糕屑带起来了。这样先放到冰箱里去冷藏30分钟。然后再拿出来抹面。我好几年没做过裱花蛋糕了，现在我也是新手，抹的反正也是一塌糊涂。我现在对我的要求就是不需要很光滑，只要别抹的这个奶油底下厚上面薄就行了。这个东西就是熟能生巧，反正做的越多抹的越好。
侧面抹完以后，上面再这样收一下。每收一刀，这个刀都要蹭干净。我这个就只能到这样了啊，朋友们，就这个水平了。然后用2个抹刀把它移到盘子上。一定要轻轻地把刀拿出来，小心不要把底下碰了。再放到冰箱里去冷藏一会儿，或者冷冻10分钟也行。焦糖酱就是这种有点稠，但是又有流动性。太稀了就放冰箱冷冻会儿，太稠了再隔水加热个几秒钟。放裱花袋里剪一个小小口，然后就这样挤在蛋糕上。如果它流动性比较好的话，就不要在一个位置挤太多，因为它会慢慢的往下流。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控制流速，那就是蛋糕够冰，温度低，它流动就缓慢。也可以在这个焦糖酱里加一点吉利丁，要是送人的话，我觉得加一点会比较好，自己吃就没必要了。弄好以后就直接切开吃掉了。剩下的奶油就可以在表面再挤个花儿，做一下装饰。然后上面再摆个焦糖饼干，切合焦糖蛋糕的主题，再放2、3个蓝莓，放点小绿草，我这个是百里香，搁点薄荷也行，还放了一个姑娘，这就完成啦。可以前一天晚上做戚风蛋糕和焦糖酱，第2天再抹面，这样就没那么累了。看我切开给你们看一下啊。今天我就不给你们吃播了，因为我最近长肉了。我感觉这红茶和焦糖的味道还挺搭的。看这个蛋糕可软可软了，奶油能吃出很明显的焦糖的味道，太妃糖味的奶油蛋糕，再配一杯黑咖啡。哎呀，我这个下午茶太美好了！喜欢的小伙伴们也动手试试吧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